京圈无人不晓，太子爷程卷林曾为顾南之废了一只手，断送了赛车生涯。那天，记者围满了整栋医院。程少，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您最爱的赛车事业，您后悔吗？镜头前，他望向他，眼中炽烈，只要他要，命都给他。顾南之一直以为，这份浓烈到可以焚尽一切的爱，会持续到生命尽头，直到婚后第3年，他捡回了一个叫桑青的女孩。桑青自称是从古代穿越而来的公主，穿着奇装异服，张口闭口本公主、贱民、尊卑，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个脑子不正常的疯子，唯独程卷林像是被下了降头一样，对她着了迷。于是程家上下被迫以桑青为尊，他要用金碗筷，睡檀木床，所有佣人见他必须行跪拜礼，称公主千岁。一开始顾南之忍了，劝自己程卷林只是一时觉得新奇，玩够了就会回到自己身边。直到那天下午，顾南之的父亲，那个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老外卖员，惦记着女儿最近心情不好，特意包了她最爱吃的饺子，骑着那辆破旧的电动车送到了别墅前。因为进门时没有对桑青行大礼，没有尊称她为公主，桑青当场就沉下了脸，哪来的刁民，陷了本公主竟敢不跪，来人，给本公主阉了她，日后让她给本公主当太监。顾南之闻声从楼上跑下来，看到这一幕几欲疯狂。桑青，你敢？放开我爸，放开他！顾南之疯了一样冲上去想阻拦，却被另外的保镖轻易地扭住了胳膊，动弹不得。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拖向客房，惊恐的呼救声和被拖拽的挣扎声像刀子一样凌迟着他的心。桑青，你放开我爸，求求你，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跪下，我给你磕头，你放过我爸，求你了。顾南之涕泪横流，声音嘶哑的哀求，所有的尊严在至亲的安危面前碎得一文不值。桑青慢条斯理地端起面前的英式红茶，轻轻吹了吹，聒噪，能伺候本公主是你父亲的福气，再嚷嚷就割了你的舌头。他一个眼神，旁边的佣人立刻上前，用一块擦桌子的抹布死死堵住了顾南之的嘴。顾南之目眦欲裂，绝望的泪水汹涌而出，却发不出任何清晰的声音，只能像濒死的鱼一样挣扎呜咽。就在这时，玄关处传来开门的声音，程卷林回来了。他一身高定西装，身姿挺拔，面容冷峻，一边松着领带一边走进来，看到客厅里混乱的景象，眉头下意识地蹙起。怎么回事？顾南之像是看到了救星，猛地挣脱开有些松懈的保镖，扯掉嘴里的抹布，连滚爬带扑到程卷林脚边。卷林，你救救我爸！桑青，他要阉了我爸，让他做太监，你快阻止他，他怎么欺负我都可以，但他不能动我爸啊！程卷林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也觉得这事实在过于荒唐和惊世骇俗。他看向端坐着的桑青，语气放缓，带着一丝哄劝，青青，别闹了，你想要太监，我明天就去给你找几个专业的来伺候你，这个就算了吧。桑青顿时摔了茶杯，眼圈一红。程卷林，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本公主的？你说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你会护我周全，以我为尊，现在为了这个贱民的一句话，你就要忤逆我的心意吗？我不管，我就要他长得和我以前那个最得用的太监一模一样。你要是不同意，今晚有7星连珠，我现在就走。程卷林脸色瞬间慌了，连忙将他搂进怀里，轻声哄着，好，别生气，我都听你的，都听你的。他安抚好桑青，转身走向顾南之。南之，你母亲去世多年，岳父也用不上那东西了，不如就依了青青，事后我补偿你父亲5000万，足够他后半生衣食无忧，享尽荣华，如何？顾南之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庞福第一次认识眼前这个男人。程卷林，你在说什么？那是我爸爸，也是你叫了3年爸的人，那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物件啊！这一刻，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眼前这个男人早已不是那个爱他如命的程卷林了，他指望不上他了。他红着眼要跑去撞门，可这时客房里却突然传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那一刻似是意识到什么，顾南之浑身血液逆流，紧接着门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男人走出来，对桑青恭敬地低头。公主，阉割完成。
桑青脸上顿时露出满意的笑容。很好，带他去清洗干净，换上身衣服，今天就……他的话音未落，客房里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像是重物砸碎了玻璃，紧接着是一个佣人惊恐的尖叫。不好了，顾先生，顾先生，他不堪受辱，跳楼了！整个世界的声音仿佛瞬间消失了。顾南之猛地僵住，停止了所有挣扎，他愣愣地看向声音来源的方向，大脑一片空白。几秒后，他爆发出一种撕心裂肺的哭喊，不知哪来的力气猛地挣脱了保镖，疯了一样冲出了别墅大门。别墅外的草地上，那个小时候让他骑大马，省吃俭用给他买裙子，在他嫁给程卷林时偷偷抹眼泪说受委屈了就回家的爸爸，正静静地躺在血泊里，身下是被砸碎的花盆碎片。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直直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里面写满了惊恐、痛苦和屈辱。爸！顾南之扑跪下去，颤抖着手想去碰他，却又不敢，鲜血染红了他的裙杯。他抱着父亲逐渐冰冷的身体，哭得肝肠寸断，声音破碎的几乎喘不上气。爸，你醒醒，你看看我啊，爸，我是芝芝啊，爸，你醒过来啊，求你了。可那个世界上最爱他的男人再也不会睁开眼，再也不会回应他了。剧烈的悲痛如同海啸般摧毁了他所有的神经，喉头猛地一甜，他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眼前一黑，彻底晕死过去，倒在了父亲冰冷的尸体旁边，一时彻底沉入黑暗前。他仿佛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他回到了最初和程卷林相遇的时候，那时他是众星捧月的豪门继承人，她是普通的外卖员女儿，两个世界的人，他却对她一见钟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追求。他会因为他一句不喜欢危险，就戒掉了所有的极限运动，只留下赛车，却又为了在一场意外中保护他，亲手毁掉了自己驾驭赛车的能力。他在他病床前哭得死去活来，问他为什么那么傻，他笑着说，因为我爱你啊，明明那么爱。可自从桑青出现后，一切都变了。他宠爱桑青的新闻满天飞，给他买岛屿、拍古董，甚至为他当众呵斥合作方惊了公主价。他在家流起了眼泪去质问他，他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南之，可能当初爱你爱得太轰轰烈烈，耗尽了我所有激情，现在面对你，我只觉得平淡，但青青不一样，它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心跳。但你放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程太太的位置永远是你的，往后我们三个人好好生活。而他口中的好好生活，就是让他卑躬屈膝，以另一个女人为尊，甚至搭上了他父亲的性命。顾南之再次醒来时，脸上干涩一片，所有的眼泪仿佛都已流前，身边空无一人。他平静地麻木地为自己父亲办理了后事，葬礼简单冷清，程卷林没有出现，只让助理送来了一个花圈和一张5000万的支票。顾南之看着那张支票笑了，笑得骨头发疼。送走最后一位前来吊唁的远亲，顾南之站在冰冷的墓碑前，久久没有离开。然后他直接去了一家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你好，我要拟定一份离婚协议。律师很快根据他的要求拟好协议。顾南之拿起笔，在女方签名处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看着空白的男方签字页，他问，他的部分我可以代签吗？律师畏难，原则上需要程先生本人签字，或者取得他的明确授权。顾南之拿出手机，拨通了程卷林的电话。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全文一更到底，别忘了按赞、热推、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精彩故事立刻开始。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才接通，背景音里传来桑青娇笑与呼呼风声。南之，他还没来得及说话，程卷林又道，我知道岳父的事让你委屈伤心了，但这也不能怪青青。这样吧，想要什么补偿，首饰还是房产，看中哪套直接跟助理说，我这会儿正陪青青跳伞呢，没空跟你聊。顾南之听着他那副施舍的语气，心口一片寒凉。父亲刚去世，他却陪着杀人凶手玩跳伞。他深吸一口气，想打断，我不是要首饰房产，我想要什么我都答应。程卷林像是被桑青催着，不耐烦打断，行了，没什么，重要是别烦我。说完就挂了电话。顾南之握着手机，看向律师，扯出个悲凉到极点的笑，听到了吧？
他说想要什么我都答应。律师沉默片刻，叹口气，您代签吧。手续办完，律师告知有1个月离婚冷静期。顾南之点头，回到那冰冷的家收拾东西。程卷林送的珠宝、包包、限量玩偶之类，他看都不看，全扔垃圾桶。这些天，程卷林一直没回来。佣人私下说，程总陪公主去北欧看极光，要带她领略世界奇妙。这天，顾南之办完签证回来，在门口恰好碰见晚累回来的桑青。顾南之不想理会，径直往房间走。站住！桑青叫住他，语气傲慢，你回来的正好，你爹真是莫福气，能当本公主太监，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荣耀。在大梁，多少人抢破头，他倒好，居然自尽，害本公主这几天都没睡好。虽说卷林天天陪我玩，可心里还是不痛快。他走到顾南之面前，上下打量，满脸嫌弃。既然你爹死了，那就父债女偿，你来顶替他，给本公主当婢女伺候我。现在去给本公主端洗脚水。顾南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怒火瞬间红了眼眶。桑青，你害死我吧！我恨不得杀了你，还想让我伺候你？做梦！放肆！桑青柳眉倒竖，竟敢直呼本公主名讳，还敢口出狂言。在大梁，你早被五马分尸。来人，给本公主抓住他！本公主要打到他懂规矩，知尊卑。保镖面面相觑，有些犹豫。桑青厉声道：放肆！卷林早说过，家里一切以我为尊，再不动手，都别干了。保镖不敢迟疑，上前一左一右抓住顾南之胳膊，将他制住。桑青走上前，扬起手，狠狠一巴掌接一巴掌扇在顾南之脸上。啪啪啪，清脆狠厉的耳光声在别墅门口回荡，让人胆战心惊。顾南之脸颊迅速红肿，嘴角破裂，渗出血丝，眼前阵阵发黑。整整100下，桑青才停手，甩甩打得通红发麻的手，语气倨傲又嫌弃，手都打痛了，贱婢脸皮真厚。他喘口气，又命令，现在去给我端洗脚水。本公主就大发慈悲，既往不咎。剧痛和屈辱如火山在顾南之胸腔翻涌，杀意和同归于尽念头疯狂涌上，他差点不顾一切挣脱，扑上去撕碎桑青那张恶毒的脸。就在这时，程卷林回来了。他一进门，看到顾南之红肿渗血的脸，眼中闪过一丝心疼，皱眉问：怎么回事？桑青立刻抢先告状，添油加醋说了一遍，最后委屈道：本公主只是让他伺候，他就不愿意，还骂我，以下犯上，按律当斩。程卷林沉默片刻，看向顾南之，语气带着劝诫：南之，我早说过，青青是公主，身份尊贵，给她端个洗脚水，低个头，能怎样？何必闹成这样？顾南之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这个曾把他捧在手心里，说命都能给他的男人，此刻竟为另一个女人，对遍体鳞伤的他说出如此凉薄的话。脸颊肿痛让他说话含糊，但每字都充满悲愤与颤抖。程卷林，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是你妻子，明媒正娶的妻子，你带别的女人回家，全家像伺候主子一样伺候她，我忍了，现在你还要为她把我的尊严、人格踩在脚下碾碎吗？你还记得当初娶我时，在婚礼上对亲友许下的誓言吗？你说会一辈子爱我、护我，不让我受委屈，这些都忘了吗？程卷林脸色彻底冷下来。我记得。他薄唇轻启，吐出的字却冰冷刺骨，毫无温情。但南之，时过境迁，誓言会变，现在你要是还不听话，不让青青顺心，那你父亲刚入土的坟墓，我就不敢保证还能不能安稳立在那儿了。轰！顾南之如遭雷击，浑身血液瞬间冻结，四肢百骸透着彻骨寒意。他竟然用父亲坟墓威胁他，那个曾为他废手、说命都能给他的男人，如今为另一个女人，竟卑劣至此。巨大悲痛、荒谬感和绝望将他淹没。他突然笑起来，笑得浑身颤抖，笑得眼泪涌出，混合脸上血迹，狼狈又凄惨。好，程卷林，你真好。他边笑边点头，声音破碎，带着心如死灰的麻木。我去端，我端给他。他踉跄转身，像具被抽走灵魂生气的木偶，一步一步僵硬走向浴室。很快，他端着调好温度的洗脚水回来，走到桑青面前。
桑青已在佣人搬来的雕花扶手椅上坐好，傲慢伸出双脚，下巴微抬，一点规矩不懂。嗣后公主洗脚要跪着，谁让你站着的？顾南之身体剧烈颤抖，指甲深深掐进盆沿。程卷林就站在一旁，眸色阴沉看着他，无声施压。想到父亲的坟墓，顾南之心如刀绞，万念俱灰。他闭眼深吸一口气，庞福用尽全身力气，缓缓屈辱下跪，颤抖着手将桑青双脚放入盆中。就在指尖碰到水面瞬间，桑青突然猛地一蹬腿，哗啦，整盆洗脚水被踢翻，全泼在顾南之脸上、头上、身上。这么烫，想烫死本公主！桑青厉声指责：废物，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们这时代的人真没用，连伺候人都不会，滚出去！跪到院子里，一边跪一边大声喊：奴婢罪该万死，等本公主气消叫你起来！顾南之猛地抬头，眼中恨意几乎化为实质。程卷林立刻挡在桑青面前，抓住顾南之手臂，压低声音警告：南之，想想你父亲。父亲这两个字如最重的枷锁，瞬间将顾南之所有反抗和怒火狠狠压下，压得他喘不过气，压得他脊梁折断。他眼中恨意和光芒渐渐熄灭，只剩死寂绝望的灰败。然后他行尸走肉般走到院子，在冰冷地面跪下。天空不知何时飘起细雨：奴婢罪该万死，奴婢罪该万死。一声声机械重负，混合冰凉雨水，敲打在寂静庭院。他跪了一夜，喊了一夜，直到嗓音嘶哑，浑身湿透，体温快速流失，眼前一黑，彻底晕倒在冰冷雨水中。再次醒来，他发现自己被关在冰冷铁笼里，像条狗一样。佣人隔着笼子丢进几片药和一杯水，语气淡漠：夫人，您发烧了，公主吩咐把您关这儿隔离，别把病气传给他，等病好了才能出去近身伺候。顾南之色缩在冰冷的笼子里，望着散落在地的药片，无声地扯动嘴角，眼泪夺眶而出。他吃力地伸手拾起那些药片，就着冰冷的水吞了下去。过了几天，顾南之的高烧终于退了，他从狗笼被放出来，重新洗漱，换上和其他佣人一样的衣服，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俨然真成了婢女。这天恰巧是桑青生日，程卷林花了大价钱为他办了一场超隆重的古代宫廷生日宴，要求所有宾客都得穿古装，向桑青行礼献礼，尊称公主殿下。这事儿荒唐透顶，可程卷林在京市权势滔天，没人敢反对，不少人还为了讨好他，拼命配合，谄媚的不行。整个场面热闹，却又透着诡异。顾南之被安排在角落站着，负责端茶递水，跟个真正的宫女莫两样。宴会高潮时，程卷林亲自送上2份精心准备的厚礼，一份是价值好几亿的稀有粉钻项链，在灯光下闪耀着五彩光芒，耀眼夺目，引得在场众人一阵惊呼。另一份是只装在精美笼子里的宠物狗，毛发雪白，品种名贵，眼睛湿漉漉的。程卷林看着桑青，语气无比温柔耐心：青青，你之前说在你那个时代养了条很宠爱的福林犬，后来丢了，伤心了好久。我让人照你描述的找遍全球，终于找到这只最像的，喜欢不？桑青脸上立刻露出惊喜的笑容，像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小孩，难得主动踮起脚，在程卷林脸颊亲了一下。卷林，你对我太好了，我超喜欢。他跟我在大梁的爱犬简直一模一样。他逗弄了下小狗，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目光转向角落努力降低存在感的顾南之，嘴角勾起一抹恶劣戏谑的笑。对了，顾南之，我记得你对狗毛过敏吧？一靠近就打喷嚏，流眼泪，浑身起红疹，难受得很，对吧？顾南之身体一僵，头垂得更低，没作声。桑青却自顾自吩咐：那以后就由你照顾我的爱犬，它每天的饮食起居、梳毛遛弯都得你亲自负责，必须精心点。要是它瘦了或者掉毛，心情不好，我就找你算账。顾南之紧紧攥着手心，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传来尖锐疼痛。他看着桑青那双满是恶意的眼睛，知道这又是他用来羞辱自己的新手段，可他无力反抗，只能深深低下头，哑声回应：是公主殿下。宴会继续，人们推杯换盏，歌舞不断。然而宴会进行到一半，众人正酒兴上头时，地面毫无征兆地剧烈摇晃起来，
吊灯疯狂摆动，装饰品噼里啪啦往下掉，墙壁也发出承受不住的声响。地震了，快跑啊！不知谁大喊一声，瞬间极度的恐慌弥漫开来，整个宴会厅乱成一锅粥，人们惊慌失措地往出口冲，哭喊声、尖叫声、碰撞声交织在一起。程卷林脸色大变，第一时间紧紧护住吓坏的桑青，用身体为他挡住掉落物和混乱人群，在一片混乱和惊叫声中，迅速朝安全出口冲去。而对狗毛过敏、不停打喷嚏、呼吸困难的顾南之，行动迟缓，刚抱起那只被吓傻的狗，头顶华丽的吊灯和半个天花板就轰然砸落，他眼前一黑，彻底被埋在废墟下。不知过了多久，他才从剧痛和窒息中恢复些许意识。外面传来搜救人员的声音，找到了，是程夫人，她还活着，那条宠物狗也在旁边。程总，这边余震不断，二次坍塌风险很大，支撑点快撑不住了，时间只够先救一个出来，先救人还是先救狗？外面似乎陷入死寂般的沉默，只有碎石滑落声和远处隐隐的喧闹。接着，顾南之清楚听到程卷林的声音，他好像就在不远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先救，话还没说完，就被桑青带着哭腔的声音打断，那声音满是不容置疑的任性。当然先救我的狗，一个下贱的奴婢罢了，死了也不可惜。本公主的狗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卷林，你快说，救我的狗，快啊！他似乎紧紧抓着程卷林的胳膊，哭闹着逼迫他。外面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漫长沉默，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难熬。几秒钟后，在桑青不停哭闹催促下，程卷林无奈的声音穿过废墟，一字一句，清晰又残忍地传进顾南之耳中。先救狗，这3个字如同3把烧得通红的最锋利的冰锥，瞬间将顾南之最后一丝微弱的求生欲望彻底刺穿、击碎、碾成粉末。那一刻，顾南之的心彻底死了。在她结婚3年的丈夫心里，在那个她曾全心全意去爱，也曾为她付出生命的男人心中，她的生死竟然比不上桑青一时看中的一条狗。巨大的绝望和崩溃袭来，她最后一丝意识也沉入无尽黑暗。顾南之在消毒水味中醒来，他费力睁开沉重的眼皮，看到一直守在旁边的程卷林。见他醒来，他凑近，嗓音低沉：醒了，感觉怎么样？疼不疼？渴不渴？不饿。顾南之看着他，眼神空洞，干裂的嘴唇微微颤抖。你都已经选择放弃我了，还关心这些干嘛？程卷林眉头皱起，知道他为地震时先救狗的事耿耿于怀。南之，我知道你为这事儿生气，但亲亲他，特别宝贝那条狗，一直吵着说狗要是死了，他就想办法回古代。我当时看余震好像没那么快来，情况应该能控制住，所以才先救了狗。你看，后来不也把你平安就出来了吗？你现在也好好的，好好的。顾南之听着他这番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解释，只觉得一股彻骨寒意从心脏蔓延到全身。他一句轻描淡写的情况应该能控制住，后来也就出来了，就抹去了他当时被埋在废墟下，听到他做出那个选择时所承受的绝望和濒死的恐惧。万一呢？万一就在那短短几秒钟，致命的余震来了呢？那他是不是就该被放弃，活该落得个死无全尸？他的命在他权衡的天平上，就这么不值一提吗？程卷林，他看着他，眼里最后一点光亮也消失了。你这么害怕桑青离开你，回他的古代，你就不怕我离开你吗？程卷林明显愣了一下，似乎压根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轻轻勾起薄唇，露出一丝觉得荒谬的轻笑。你又不是古代人，你能离开我去哪？我可以离婚。顾南之声音很轻，却透着一股决绝。听到离婚2字，程卷林脸上那点轻笑变成了更深的不以为然，甚至带着一丝掌控一切的傲慢。离婚？没有我的签字，你怎么离？好了，我知道这事儿你受委屈了，别闹了，等你好了，想要什么补偿，我都答应你。顾南之悲凉一笑，刚要开口，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程卷林的助理一脸慌张地冲进来：程总，不好了，公主殿下，公主殿下从楼梯上摔下来了，现在正被送来医院。程卷林脸色骤变，猛地站起来：什么？你们怎么照顾她的？一群废物！他甚至来不及再看顾南之一眼，
就像一阵风似的冲出病房。顾南之看着他毫不犹豫奔向另一个女人的背影，只觉得一阵深入骨髓的疲惫袭来，连心痛的力气都没了。然而没过几分钟，病房门又被猛地推开，程卷临去而复返，脸色阴沉，大步走到病床前，竟一把将虚弱的顾南之从床上拽起来。你干什么？顾南之被他粗鲁动作扯到伤口，疼得倒抽一口凉气，虚弱地问。程卷临却不答话，半拖半拽地把他拉出病房，径直走向另一间 VIP 诊疗室。桑青正坐在里面沙发上，额头上贴着一小块纱布，看起来没什么大碍，脸上却带着理直气壮的傲慢。看到顾南之被拉进来，他抬着下巴，用一种施恩般的语气说：顾南之，你来得正好，刚刚医生给本公主检查身体，说本公主血型非常稀有，是那种千万里挑一的黄金血型，以后要是发生意外要输血，很可能找不到血源，有生命危险。本公主身份这么尊贵，怎能出事？听说你的血型刚好和本公主一样，算你还有点用处，现在要抽你的血，给本公主做备用血库，这是你的荣幸，还不快跪下谢恩？顾南之简直不敢置信自己听到的内容，要抽血备用，还称这是他的荣幸，要他谢恩。他本能的想拒绝，可还没张嘴，就对上程卷临投来的冰冷且满是警告的眼神，那眼神分明在说，想想你父亲的坟墓。父亲这两个字宛如最沉重的枷锁，瞬间掐灭了他所有反抗的念头。他凝视着程卷临，这个他深爱多年，如今却无比陌生的男人，心口满是冰冷的绝望与麻木。最终他缓缓低下头，哑声说道：好，我谢恩。随后他被带进输血室，冰冷的针头扎进血管，嫣红的血液顺着导管缓缓流出。桑青站在一旁，宛如监工，不仅不喊停，还不停地催促，多抽点，给本公主再多抽些，这点哪够？护士瞧着顾南之愈发苍白的脸色，忍不住劝道：程总，桑小姐，不能再抽了，已经快到人体极限的2000立方厘米了，再抽下去，程夫人会有生命危险的。桑青却柳眉倒竖，厉声道：不行，这点血哪够本公主应急，继续抽，只要留她一口气不死就行。顾南之只觉阵阵眩晕与寒冷袭来，视线逐渐模糊，耳边桑青尖锐的声音也变得时远时近。终于，当抽血量达到一个极其危险的数值时，他眼前一黑，彻底昏了过去。再次恢复意识，顾南之感到左后腰传来一阵陌生又剧烈的钝痛与空虚感，他艰难地抬手摸去，触到厚厚的纱布，他心中猛地一慌，挣扎着想要坐起。这里怎么了？正在给他换药的护士动作一顿，面露同情与不忍，张嘴欲言又止。就在这时，桑青推门而入，脸上带着理所当然的倨傲：你叫嚷什么？不过是摘了你一个肾罢了。摘肾？顾南之如遭雷击，瞳孔瞬间骤缩。桑青嫌弃地瞥了他一眼：没错，本公主听说你们这世界人容易出车祸，万一以后本公主肾脏破裂怎么办？为防万一，本公主让人提前摘了你的一个肾备用。没想到你身体这么弱，抽点血捐个肾，居然昏睡了3天，害得本公主这3天没人好好伺候，所以本公主还要罚你现在就去冰壶里泡一夜，好好醒醒神。说着，他竟上前要拉扯刚经历抽血和摘肾手术虚弱不堪的顾南之。巨大的惊恐、愤怒与屈辱瞬间将顾南之淹没。他被抽血，被摘肾，像物品一样被随意处置，如今这个罪魁祸首竟还要惩罚他。滚开，别碰我！积压已久的恨意与绝望在这一刻猛然爆发。顾南之不知哪来的力气，猛地甩开桑青的手。桑青没料到一向逆来顺受的顾南之会突然反抗，惊呼一声，踉跄几步摔倒在地。几乎同时，病房门被猛地推开，程卷临冲了进来。怎么回事？他快步上前，小心翼翼地扶起桑青，语气里满是心疼。桑青立刻哭得梨花带雨，指着顾南之：都是他，本公主好心来看他，他却像疯婆子一样打我，呜，我好痛。程卷临目光如刀般射向顾南之，仿佛要将他千刀万剐。顾南之，你又发什么疯？不过是一些血和一个肾而已，我都同意了，你至于大发雷霆吗？你要是有气，冲我来，欺负青青算什么本事？一些血，一个肾而已。
顾南之望着他，心痛到麻木，反而笑了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程卷林，那是血，那是肾，那是我的身体，你凭什么替我做主？与此同时，桑青依偎在程卷林怀里，哭得更委屈了。本公主从未受过这么大委屈，你一定要惩罚她，重重的罚，不然本公主咽不下这口气。程卷林立刻柔声安抚她，好，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罚？桑青恶狠狠地看向顾南之，让他去冰湖里泡着，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程卷林毫不犹豫，直接对门口保镖下令，莫听到公主的话吗？把她拖出去，照公主说的做。程卷林，我还带着伤。顾南之失声大喊，眼中闪过最后一丝难以置信。程卷林却只是冷漠地瞥了他一眼，彷佛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让你常常记醒，以后别再冲撞青青。保镖毫不留情地将虚弱的顾南之拖下床，拖出病房，直接丢进深秋夜晚冰冷刺骨的湖水里。冰冷的湖水瞬间将他淹没，刺骨的寒意如无数根针般扎进皮肤，尤其是左腰的伤口，遇冷水更是传来撕裂般的剧痛，鲜血很快从纱布渗出，在湖水中散开，染红了一小片。一个保镖有些不忍，偷偷给程卷林打电话，程总，夫人的伤口一直在流血，湖面都红了，要不要先拉她上来？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程卷林冰冷无情的声音，不用，让她泡着，不让她吃点苦头，她永远不懂尊卑，以后还敢欺负青青。尊卑，湖水冰冷，却远不及他这句话刺骨万分之一。顾南之在冰冷湖水中闭上双眼，意识渐渐模糊，他彷佛回到多年前的夏天。程卷林为哄他开心，跑遍全城买来他最爱吃的话梅味冰淇淋，结果冰淇淋化在手里，他懊恼得像个孩子。那些美好如此真实，却又如此遥远，彷佛是上辈子的故事。原来极致的爱与极致的残忍，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展现的这般淋漓尽致。他在湖水里泡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像块破布一样被保镖拖上来，浑身冰冷僵硬，嘴唇污渍，气息微弱。他被带到程卷林和桑青面前，程卷林看着地上狼狈不堪、几乎不成人形的顾南之，对怀里的桑青柔声道：“他已经受到严厉惩罚了，这下开心了吧？我弟公主殿下。”桑青却骄纵地撇嘴，还不够，他昨天还推了我，在大梁敢推公主可是要诛九族的，我还要继续惩罚他。程卷林纵容地笑了笑，语气宠溺，好，你说还想怎么罚？桑青放下勺子，凑到程卷林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程卷林听着，脸色微微一变，下意识看了一眼地上几乎毫无生气的顾南之，眉头皱起，似有一瞬的迟疑，但最终在桑青催促与不满的目光下，他还是妥协了，叹了口气，好，都听你的。顾南之被粗暴地拖上车，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笼罩着他。当车停下，他看清外面的景象时，整个人如遭五雷轰顶，血液瞬间凝固。这里是他父亲的墓地，而此刻他才知道，桑青所谓的惩罚，竟是要把他父亲的骨灰挖出来喂狗。不，顾南之肝胆俱裂，拼命想冲过去，却被保镖死死按住。他只能朝程卷林哭喊：“程卷林，你不能这么做，那是我爸爸。看在往日情分上，看在他曾把你当半个儿子的份上，我求求你，不要，不要啊！”程卷林看着那座墓碑，眼神复杂了一瞬，似乎有所触动。桑青立刻不依不饶地拉扯他：“程卷林，你不愿意吗？你明明答应了的。既然你更在乎他的感受，那本公主现在就走，再也不见你了。”程卷林立刻收回目光，将桑青搂进怀里哄着，没有不愿意。青青，我都听你的。他深吸一口气，对着等待命令的保镖挥了挥手，声音冷硬：“哇，不要啊，爸爸，爸爸！”顾南之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挣扎着，指甲在泥土里抠出血痕，却根本无法阻止铁锹落下。他眼睁睁看着父亲的坟墓被挖开，眼睁睁看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盒被取出，眼睁睁看着桑青笑着接过，打开盖子，将里面白色的骨灰倒在旁边宠物狗的食盆里。那条宠物狗凑过来嗅了嗅，然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不要吃，爸爸，爸爸！顾南之的哭声变得微弱，他彷佛被抽走了所有灵魂，眼睛瞪得极大，
瞳孔里倒映着那残忍至极的一幕，血泪从眼角滑落。那是他的爸爸，是会在冬天用宽厚手掌捂住他冰凉小手的爸爸，是会在他出嫁时偷偷抹眼泪的爸爸，是那个一辈子老实巴交，最后却受尽屈辱惨死的爸爸。如今连最后一点存在的痕迹都要被这样践踏摧毁。哇！顾南之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像断了线的木偶般瘫软在地，眼神空洞地盯着那片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地方，再也没了反应。桑青被这口血吓得不轻，嫌弃地往程卷林怀里钻，吓死人了，真晦气。程卷林赶忙紧紧护住他，轻声哄着，别怕，我在呢。他连看都没再看一眼地上仿若破碎人偶的顾南之，搂着桑青转身就走。我们回去。车队扬尘而去，只留下空荡荡的墓园，那片凌乱不堪的坟墓，还有瘫倒在地如同死去般的顾南之。不知过了多久，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顾南之的手指微微动了动，他艰难地一点一点朝着那片狼藉爬去，用颤抖的双手试图捧起那些被雨水浸湿、混着泥土和狗食的残渣，可什么都捧不起来了。他趴在地上，发出如受伤野兽般的呜咽，却再也流不出一滴泪。他对着原本墓碑所在之处一下又一下的磕头，直到额头血肉模糊，然后他挣扎着站起身，摇摇晃晃的像具行尸走肉，漫无目的地向外走去。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对方自称民政局工作人员，通知他离婚冷静期已过，双方若无异议，离婚证已正式生效，随时可去领取。离婚证这3个字如一丝微弱的光，照进他那片死寂的黑暗世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去到民政局的，又是怎么接过那本暗红色小册子的。看着上面解除婚姻关系的字样，他干涸的眼眶终于又有泪水滑落。他回到那座冰冷的别墅，打算收拾最后一点东西，彻底离开，却在门口碰到了趾高气扬的桑青。桑青上下打量他，眼神挑剔，语气傲慢，哼，知道厉害了吧？以后给本公主记着尊卑，乖乖听话，不然你下场会比今天还惨。他像是突然想到什么，吩咐道，对了，本公主听说法国的薰衣草最出名，香气可好闻了，你现在就去法国，给我采最新鲜的薰衣草回来，要带露水的那种，马上就去。说完，他直接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机票，塞到顾南之手里。顾南之捏着机票，抬头正好看见程卷林从楼上下来，他看到了他，也看到了他手里的机票，目光在他苍白如纸的脸上停留了一瞬，却什么都没说，只是看向桑青，语气温柔，都收拾好了，走吧，带你去拍卖会，今天有几件不错的古董，你应该会喜欢。两人携手离开，庞福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顾南之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嘴角扯出一个悲凉到极点的笑。等他们的车彻底消失后，他拖着行李箱也离开了。但他莫去法国，在机场，他毫不犹豫地撕碎那张飞往法国的机票，重新买了一张最快起飞前往一个完全陌生城市的机票。那是个温暖的海边小城，没有京市的繁华，也没人认识他。办理登机、过安检、候机，整个过程他平静得可怕。坐在候机厅，看着窗外起降的飞机，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程卷林追求他时，曾指着天空说，南之，以后我带你环游世界，你想去哪，我就陪你去哪，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程卷林最爱的人。如今他真的要走了，独自一人去一个没有他的地方，而他大概正陪着他的公主在拍卖会上一掷千金，哄他开心吧。广播里响起登机提示音，顾南之站起身，拉着小小的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向登机口。飞机轰鸣着冲向云霄，穿过厚厚的云层，他看着窗外逐渐变小的城市轮廓，轻轻闭上了眼睛。再见了，京市，再见了，程卷林，再见了，那个曾经深爱过你，如今已然死去的顾南之。另一边，京市最高档的拍卖会场，程卷林以惊人的价格为桑青拍下一套据说是某朝公主戴过的翡翠头面，还有一颗像鸽卵般大的稀有黄钻。桑青依偎在他身旁，脸上挂着满足又骄纵的笑容，享受着全场女性羡慕嫉妒的目光。开心了。程卷林侧头看他，语气慵懒又宠溺，开心。程卷林低笑一声，
指腹摩挲着他细腻的下巴，眼神深邃，话里有话。那公主殿下是不是也该让我开心一下了？桑青脸上泛起红晕，却故作骄纵地扬起下巴，哼，看在你今天表现还行的份上，本公主就如你所愿吧。拍卖会结束，两人携手坐上那辆豪华的迈巴赫，车厢后排宽敞又私密。程卷林把桑青搂在怀里，低头吻住她的唇，手也不安分地伸进她衣襟。桑青半推半就，娇喘连连，车内温度陡然升高，意乱情迷间，程卷林伸手想去解开她最后的束缚。就在这时，车内原本播放舒缓音乐的车载电台突然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插播一则快讯：由京士国际机场飞往法国巴黎的 FH138 航班，在即将降落巴黎戴高乐机场时，疑似遭遇强气流并发生机械故障，不幸坠毁。机上乘客及机组人员共157人，无一生还。FH138 这个航班号像一道炸雷，瞬间劈进程卷林满是情欲的脑袋，他所有动作猛地僵住，血液磅礴在瞬间凝固。如果他没记错，桑青赛给顾南之的机票就是 FH138。掉头，程卷林像从情欲中惊醒的野兽，一把粗暴地推开身上的桑青，完全不顾他撞到车窗发出的痛呼，疯了似的扑到前排，死死抓住司机肩膀嘶吼，眼球布满血丝。去机场，马上，用最快速度。司机被吓得魂飞魄散，猛打方向盘，性能卓越的迈巴赫发出刺耳咆哮，在公路上强行掉头，不顾一切地冲向机场方向。一路上，程卷林脸色惨白如纸，手指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他一遍又一遍拨打顾南之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的始终是那个冰冷机械的女声：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接电话，顾南之，你他妈给我接电话！他对着手机失控的怒吼，额角青筋暴起，他不甘心，又颤抖着手指联系航空公司高层、机场负责人，动用所有能动用的人脉和权势，声音嘶哑地命令他们立刻核实 FH138 航班的乘客名单，给我查清楚顾南之到底在不在上面，马上告诉我结果。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充满了濒临崩溃的恐慌，等待回复的每一秒都像是在受最残酷的折磨。桑青被刚才那一下推得撞得不轻，揉着发痛的手臂和额头，看着程卷林为了另一个女人彻底失态的样子，先前的得意和情欲早被恼怒和嫉妒取代。他整理着被扯乱的衣襟，不满地嘟囔，语气里满是嫌弃：卷林，你弄疼我了，不过是个下贱不懂规矩的奴婢罢了，死了就死了，也值得你这样失魂落魄。他闭嘴！程卷林猛地抬头，眼神猩红的吓人，像被彻底激怒的野兽，充满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毁灭欲。厉声打断他，声音因极度的情绪而扭曲：我叫你闭嘴，听到没有？滚下去，马上给我滚下去！他完全无视桑青瞬间错愕、震惊继而转为委屈愤怒的表情，直接对着前排保镖吼道：停车，把他给我弄下去，让他自己滚回去。车子猛地刹停，保镖不敢违抗，迅速下车，强硬地将还在哭闹挣扎、不敢相信自己会被这样对待的桑青请下了车。程卷林，你怎么敢这样对我？我是公主，你……桑青的哭喊声被隔绝在车外，程卷林看都莫看他一眼，仿佛他只是个被随手扔掉的垃圾。他疲惫又焦灼地靠在椅背上，双手插进头发里，整个人被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悔恨和绝望笼罩。车子再次发动，朝着机场疾驰而去。冲到机场事故应急处理中心时，那里已经乱成一团，哭声、喊声、询问声交织，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程卷林像失控的困兽，粗暴地拨开人群，找到了面色凝重的负责人。程总。负责人看到他，脸色更难看了，声音沉重地确认了那个他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并递上那份刚打印出来、墨迹未前的乘客名单。程卷林的目光死死盯在名单上，快速扫过一个个名字，最终在一个熟悉的名字上停住：顾南之。白纸黑字，清楚得很，像最尖锐的刀，一下子就戳破了他最后的侥幸。不可能！再查一遍，他怎么会在上面？他不敢，他怎么敢死？他怎么能用这种方式离开我？他失了态，一把揪住负责人的衣领，双眼通红的怒吼，理智完全没了。
负责人被他可怕的样子吓得脸色惨白，只能无奈地摇头。确认了，真的确认了，他就在那架飞机上，那个他曾经爱到命里，后来却随意伤害，最后逼上死亡航班的顾南之，真的不在了。揪着衣领的手突然没了力气，松开了。程卷林踉跄着往后退了2步，像是所有支撑都被抽走，直直地狼狈地滑坐在冰冷的地上。他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嘈杂的人群，却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了。世界在他眼前一下子没了所有色彩和声音，只剩无边无际的灰暗与死寂。过了好久好久，2行滚烫的泪毫无征兆地从他空洞的眼眶里流下来，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昂贵却沾了灰的西裤上。他像个迷路又无助的孩子，蜷缩在那儿，嘴唇微微颤抖，发出极其微弱破碎的喃喃。南之，我的南之。这是他成年后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失态，如此崩溃。虽说官方已经宣布无人生还，可程卷林根本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就像彻底疯魔了，偏执地觉得顾南之肯定还活着，他只是用这种办法报复他，惩罚他。他砸下天文数字般的资金，不顾一切雇了全球最顶尖的私人搜救队、海洋打捞专家、医疗团队，买了最先进的深海探测器和搜救设备。搜救行动日夜不停，范围从冰冷的坠机海域扩大到周边可能被洋流带到的所有地方，连附近险峻的丛林海岸线都莫放过。他不顾恶劣天气和海况，好几次亲自坐搜救船出海，固执地守在指挥中心，几天几夜不睡不吃。他迅速消瘦憔悴，往日那种一丝不苟、金贵冷傲的模样全没了。西装皱巴巴地挂在身上，眼窝深陷，满是吓人的红血丝，下巴冒出青黑的胡茬，整个人散发着浓浓的烟酒味，还有一种快崩溃的偏执疯狂。一闭上眼就是无尽的折磨。顾父送饺子时那憨厚又局促的笑脸，被拖进客房时惊恐绝望的眼神，跳楼后躺在血泊中瞪大的双眼，还有自己那句冷血到极点的话，岳父其实也用不上那东西了。顾南之当时撕心裂肺的哭喊和质问在他耳边不断回响，更清晰的是他后来的样子，在冰冷的雨夜跪着，一声声机械的喊奴婢罪该万死，浑身湿透，抖个不停，被抽血摘肾后，脸色白得像纸，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眼神死寂。在冰湖里，伤口渗出的血染红了周围湖水，他却只是用那双再也没波澜的眼睛看着他。而这些残忍画面又跟最初相爱时那些甜蜜片段交织闪现，形成最惨烈的对比，像烧红的钝刀，一下下慢慢地割着他的心。他记得赛车夺冠后，他当着全场观众和媒体的面，兴奋地把他抱起来转圈，他吓得尖叫，却又忍不住大笑。阳光下他的笑容比奖杯还耀眼。他记得冬天他熬夜给他织了条歪歪扭扭、到处是洞的围巾，笨手笨脚却满是爱意。他嘴上嫌弃，却宝贝似的天天戴着，连重要会议都不舍得摘。他记得他为保护他废了右手，躺在病床上，他哭得眼睛肿得像桃子，他却忍着剧痛，笑着安慰他，一只手换你，值了。他记得婚礼上，他当着所有亲友的面，紧紧握着他的手，郑重发誓，此生只爱顾南之，绝不让我的南之受半点委屈。曾经的誓言有多真挚热烈，后来的背叛和伤害就有多残忍冰冷。助理看着他这样子，又心疼又担心，想劝他休息，吃点东西。程卷林却猛地抬起头，眼睛猩红，满是偏执的疯狂，声音嘶哑破碎得像破风箱。找，接着找，他肯定没死，他是在报复我，他恨我，他得活着恨我，他怎么敢死？他怎么能用死摆脱我？他的爱早就变了形，他的悔恨带着强烈的占有欲和不甘，他接受不了他彻底消失，哪怕是恨，他也得活着恨他。搜救行动持续了几个星期，花了无数的钱，最后只捞上来一些冰冷的飞机残骸，还有部分遇难者的遗物，其中有个被烧得变了形，但还能勉强认出是他当年亲手给他戴上的婚戒。当那枚焦黑的戒指送到程卷林面前，他最后一丝偏执的希望终于彻底破灭了。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都不见，里面不断传来砸东西的巨响，还有压抑的像困兽般的低吼。浓烈的酒味从门缝里飘散出来。几天后，他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地走出房间，回到了那座满是痛苦回忆的别墅。别墅里的一切都刺痛他的神经，看到任何跟顾南之有关的东西，
他都痛苦万分，可又像疯了一样，不许任何人碰他的物品，好像那样他就真的彻底没了。而当他目光落到桑青那些华丽又刺眼的公主用品时，积压已久的痛苦、悔恨和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歇斯底里地命令保镖把他所有东西马上全都给我扔出去，烧掉，一件都不许留，把家里变回原来的样子。正好这时，桑青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依旧穿着那身繁复华丽的古装，摆着公主架子从楼上下来。他看到程卷林，先是抱怨他这几天冷落自己，接着又带着施恩般的语气撒娇，那个晦气的女人终于死了，府里也总算清静了。卷林，以后你就是我一个人的驸马啦。我们。程卷林慢慢转过身，看他的眼神第一次充满了毫不掩饰，像淬了毒般的厌恶和冰冷，就像在看什么让人恶心的脏东西。公主穿越，他冷笑一声，声音冷得像冰碴子。桑青，这场荒唐又无聊的闹剧该收场了。他猛地向前一步，狠狠掐住他的下巴，力气大的几乎要把他骨头捏碎，痛得他眼泪一下子就飙出来了。我以前惯着你，捧着你，不过是觉得新鲜好玩，就像养个会说话的宠物，看你演戏解闷罢了。他盯着他，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满是憎恶。现在我只觉得恶心，想吐。你每一句本公主，每一个矫揉造作的动作，都让我想起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被你耍得团团转。想起我因为他突然停住，后面的话说不下去，那巨大的悔恨和痛苦几乎要把他撕裂。他狠狠甩开他，就像甩开什么脏东西，对着听到声音进来的保镖厉声下令，把他身上这身可笑衣服扒下来，把他从程家得到的所有东西都拿走，然后把他关到后院杂物间。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放他出来，不准给他好脸色，谁敢对他有半分恭敬，就给我滚出程家，让他也好好尝尝什么叫真正的冷宫，什么叫现实的尊卑。桑青彻底懵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恐地看着瞬间变得冷漠无情的保镖朝他走去。不，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是公主程卷林，你怎么敢？我会回去的，我真的会回去的，你放开我！他尖叫着，挣扎着，哭闹着，甚至又想用回骨带来威胁。程卷林却只回给他一个冰冷至极、满是嘲讽的冷笑。回去，你最好真有办法回去，不然就在这儿好好享受你的冷宫日子吧。曾经高高在上，被捧在手心里的公主，一下子从云端掉到了泥沼里。华服珠宝被粗暴地扯掉，换上粗糙的佣人衣服，被毫不留情地拖进阴暗潮湿、堆满杂物的房间，吃的是冷饭剩菜，喝的是冷水。以前那些嫉妒他、被他欺负过的佣人，这会儿逮到机会报复，肆意地嘲笑、刁难他，甚至克扣他本就很差的饮食。他哭闹、绝食，想用各种办法引起程卷林的注意，换来的却只有更严厉的看守和更糟糕的待遇。他开始真正的感到害怕和绝望。程卷林彻底失了魂，像具行尸走肉般浑浑噩噩。他再也不愿踏入主卧，那儿充斥着他和顾南之的回忆，甜蜜也好，痛苦也罢，都令他快要窒息。他搬到顾南之最后住的那间又冷又窄的佣人房，躺在他睡过的硬板小床上，怀里紧紧搂着他唯一没带走的旧玩偶，那是他们刚恋爱时他在电玩城费好大劲从娃娃机家给他的一只洗得褪色、绒毛都有些打结的小兔子。他把脸深埋进玩偶，拼命汲取那早已淡得几乎闻不到的他的气息，才能勉强获得片刻自欺欺人的安宁，进入短暂的梦乡。他开始变本加厉的自我折磨，他频繁开车去辜负那片被破坏的墓地，不顾保镖阻拦，在残破的墓碑前一跪就是一天一夜，任由日晒雨淋，好像这样就能赎罪，能让另一个世界的他听到他那苍白无力一遍又一遍的对不起。他甚至偏执地让医生对他那只因他而废掉的右手重新进行高强度、近乎残忍的复健。他忍着剧痛，一次次尝试握紧方向盘，还不顾众人反对，重新坐进赛车，在极限速度与危险边缘寻求麻痹和自我毁灭。好几次，他在赛道上严重失控，差点车毁人亡，身上添了不少新伤。可他仿佛感觉不到疼，只是看着自己再次渗出血迹、抖个不停的右手，露出近乎癫狂的惨笑。他让人从法国空运来大量最新鲜、带着露水的普罗旺斯薰衣草，堆满顾南之曾住过的房间，
他现在的房间，甚至整个别墅走廊，浓郁的让人窒息的花香弥漫在每个角落。只因这是他命令他去的最后地方。每晚他都被噩梦惊醒，梦到他在失事飞机上惊恐无助，梦到他被烈火吞没，梦到他质问他为何选择救狗。他签署无数文件，通过复杂的法律程序，执意把自己名下巨额财产、股份、不动产全部转到顾南之名下。即便他已不在人世，他成立规模庞大的南之慈善基金会，专注援助空难家属，保护女性权益，反对暴力等领域，每年投入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却严拒任何媒体宣传，只是默默近乎自虐地进行这种徒劳的赎罪。好友实在看不下去，来看他，骂他活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程卷林不反驳，也不解释，只是眼神空洞地望住窗外摇曳的紫色薰衣草，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对，我活该，我把我的命弄丢了。他顿了顿，缓缓摇头，眼中满是死寂的绝望和灰暗。不是我亲手杀了他。别墅空荡荡的，像座巨大的坟墓，死寂无声。程卷林像具被抽走灵魂的躯壳，在里面漫无目的地游荡。每一件昂贵的摆设，每一寸光洁的地板，都好像映出顾南之曾经的影子，却又冷得刺骨，提醒着他已永远失去。他最终停在那扇紧闭的房门前，顾南之最后居住的，如今被他设为绝对禁区的佣人房。他的手悬在门把手上，微微颤抖。深吸一口气，他猛地推开门，一股淡淡的属于他的馨香混合着尘埃的味道扑面而来，瞬间击中他最脆弱的神经。房间狭小简陋，和他奢华的主卧天差地别，却处处残留着他生活过的痕迹，叠得整整齐齐的廉价床单，窗台上几盆早已枯萎的绿植，还有那个半旧的行李箱，孤零零地立在墙角。他像头绝望的困兽，扑向那个行李箱，动作粗暴地打开，里面只有几件素净的，他从未见他穿过的旧衣服。他不甘心，疯狂地翻找，指甲都快抠破箱子衬里。终于，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夹层里，他的指尖触到了两样东西：一本硬质、皮革封面有些磨损的笔记本和一个早已没电关机的手机。他的心脏瞬间停跳了一瞬，随即又疯狂跳动起来，几乎要撞破胸膛。他小心翼翼地，如同捧着易碎的稀世珍宝般，将它们取出来。他先翻开那本日记，娟秀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瞬间像最锋利的冰锥，狠狠刺进他的眼球，扎进他的心脏。3月1日，今天卷林又赢了比赛，他好开心，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抱起来转圈，我头都晕了。4月9日，卷林为救我，被绑匪弄废了一只手。记者问他后不后悔为我放弃赛车，他说命都可以给我。傻瓜，程卷林，你就是个大傻瓜，所以我要留在你身边一辈子。7月10日，卷林带回来一个叫桑青的女孩，她穿的衣服好奇怪，说话也古里古怪，老是本公主建明的。卷林好像对她特别感兴趣，一直看着她笑，还让她住进最好的客房。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她跟我说只是觉得新奇，像看个有趣的玩意儿，让我别多想，我要相信她。8月12日，她今天要我给桑青行礼，叫她公主，我叫不出口。她第一次对我沉下脸，说我不懂事，不给她面子。她说南之听话，以卿卿为尊。那一刻，她看我的眼神好陌生，好冷。10月21日，昨夜她又要了我3次，很凶，不像是在爱我，倒像是在发泄什么。最后我听到她喊桑青的名字，那一刻我如坠冰窟。原来她是舍不得碰她，才来碰我。卷林，你到底怎么了？11月16日，爸爸今天要来看我，我好久没见他了。他包了我最爱吃的韭菜饺子，我好开心。可是桑青也在客厅，他用那种挑剔又轻蔑的眼神打量爸爸，笑得让我害怕。求求老天，千万别出事。11月16日，我听见了，他们要对爸爸……不能，程卷林，我求你，你看我一眼，那是爸爸，是你叫了3年爸的人啊，求你，求你。11月17日，程卷林，我恨你，我签了离婚协议，从此天涯陌路，死生不复相见。日记到此戛然而止，程卷林的呼吸早已停滞，眼泪不自觉地淌了满脸，滴落在泛黄的纸页上，与那些早已干涸的泪痕重叠。他像个溺水的人，
喉咙被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出呵呵的抽泣声。他猛地把日记本摁在胸口，庞福这样就能止住心脏被凌迟的剧痛。他颤抖着拿起那个手机，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着门外嘶声大吼：来人，来人，找最好的技术员，马上，立刻把它修好，恢复里面的数据，我要知道里面的一切。等待的时间漫长如1个世纪，心腹终于小心翼翼地呈上修复好的手机和数据硬盘时，程卷林几乎是一把抢了过来。他颤抖着手指点开音频文件，先是嘈杂的环境音，像是某个高档餐厅的角落，接着他听到桑青那带着炫耀和醉意的声音，清晰地从听筒传出：哈哈哈，穿越公主，笑死人了。也就程卷林会信，我看他第一眼就知道他吃这套，所以才故意演给他看的罢了。顾南之那个黄脸婆，一个外卖员的女儿也配得上卷林？我随便演演戏，学学古代女人怎么矫情，怎么撒娇，她就找不着北了。你看她现在对我多好，要什么给什么，比对她那个正牌老婆好1000倍10000倍。那个老不死的爸爸，一个低贱的下等人，也敢用那种平等的眼神看我，我就是要踩死他，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正好杀鸡儆猴，让顾南之那个贱人知道谁才是主子。程卷林，他早就被我迷得神魂颠倒了。我说东他不敢往西，我叫他撵狗他不敢抓鸡。等我把顾南之彻底挤走，程家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哈哈哈！轰！大脑中庞福有惊雷炸开，又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灵魂最深处。日记里他隐忍的绝望，无声的哭泣，最后的刻骨恨意，与录音里桑青恶毒得意的炫耀，以及自己那段时间愚蠢可笑的纵容和偏爱，形成了最残忍、最尖锐的对比。不是失去，是摧毁，是他亲手一点一点，像个被猪油蒙了心的瞎子、傻子、疯子，配合着一个恶毒的骗子，将他此生唯一真心爱他也本该深爱的女人，对生活最后的热忱和爱意，彻底碾碎、焚毁。他猛地把手机和数据硬盘狠狠砸在地上，碎片四溅。他疯了似的推翻房间里唯一的小书桌，砸碎窗玻璃，踹倒衣架，所有能破坏的东西在他疯狂的宣泄中都化为碎片齑粉。昂贵的西装被扯破，领带勒得他几乎窒息，他却毫无知觉，只是疯狂地破坏眼前一切。庞福这样就能毁掉那令人绝望的真相。最后他精疲力竭地蜷缩在墙角，抱着头，身体剧烈颤抖，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一般剧烈咳嗽。鲜红的血丝溅落在冰冷的地板和散落的日记纸页上。他完了，他终于明白自己彻底完了。他不是失去了他，他是用最愚蠢、最残忍的方式亲手杀了他。他的傲慢，他的眼瞎，他的冷酷，是比任何利器都更致命的凶器。世界在他眼前彻底崩塌，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和自我厌弃的深渊。极致的痛苦如同沸腾的岩浆，在程卷林胸腔内疯狂冲撞，急需一个爆发的出口。那本浸满血泪的日记和那段刻骨铭心的录音，像最恶毒的诅咒，日夜啃噬着他的灵魂。所有的悔恨、愤怒与自我厌弃，最终凝聚成一个清晰而暴力的目标：桑青。若不是他，若不是这个恶毒女人编织的这场荒谬骗局，他猛地从冰冷地板上站起身，眼底一片骇人的赤红，宛如濒死的野兽，周身散发着毁灭一切的气息。他一把抓起地上的日记本和存储录音的硬盘，脚步踉跄却目标明确，如同一阵复仇的风暴，径直冲向别墅后院那间囚禁桑青的杂物间。砰！他一脚踹开那扇单薄破旧的木门，巨大声响在狭小空间回荡，吓得蜷缩在角落草堆里的桑青猛地一颤。几日不见，昔日那个骄矜傲慢的公主已不复存在。她身着佣人丢弃的粗布衣服，脏痍不堪，头发凌乱打结，脸上沾着灰渍，眼神充满惊恐、不安和一丝未灭的怨怼。看到如煞神般闯进来的程卷林，他先是下意识瑟缩，随后又强撑着扬起下巴，试图维持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卷林，你终于肯来见我了，你是不是想通了？快放我出去，这地方又脏又臭，那些该死的下人竟敢苛待我，你快把他们统统闭嘴。程卷林声音嘶哑低沉，却带着一种令人胆寒、彷佛来自地狱深处的冰冷。他根本不给桑青说完的机会，
猛地将手中厚重的日记本狠狠摔在他脸上，皮革封面坚硬的边角砸中桑青颧骨，他痛呼一声，眼泪瞬间涌出，更多的是难以置信的屈辱。看看，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程卷林逼近一步，高大身影投下浓重阴影，将瑟瑟发抖的桑青完全笼罩。看看你口中那个下贱的奴婢，看看他是怎么被你、被我，是怎么一步步被我们逼到绝路的。他不等桑青反应，又粗暴地将硬盘连接到便携播放器，按下播放键，桑青那得意又恶毒的声音清晰流淌出来，在这阴暗杂物间格外刺耳。哈哈哈，穿越公主，笑死人了！也就程卷林那种自以为是的蠢男人会信。顾南之那个黄脸婆，哼，一个外卖员的女儿，那个老不死的爸爸，我就是要踩死他，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录音里每一个字都像一记响亮耳光，狠狠扇在程卷林脸上，也彻底击溃桑青的心理防线。他的脸色随着录音播放一点点变得惨白如纸，身体开始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眼神充满极致恐惧和被彻底撕破伪装的绝望。好玩吗？程卷林猛地关掉录音，俯身一把掐住他下巴，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骨头，迫使他抬头看向自己那双猩红盛满暴怒和痛苦的眼睛。一场戏，把我当猴子耍？就因为你这场狗屁不通的戏，我失去了他，我永远失去他了。你满意了吗？啊！下巴传来的剧痛和程卷林眼中毫不掩饰的杀意，让桑青最后一丝理智彻底崩断，极度恐惧反而催生一种破罐破摔的癫狂。他突然不再挣扎，而是仰头疯狂大笑起来，笑声尖锐刺耳，充满神经质气息。哈哈哈，是啊，都是假的，全都是假的。他笑得眼泪流出，眼神涣散，口不择言。穿越公主，程卷林，只有你这种自命不凡、喜欢被人捧着的蠢货才会信。我看你第一眼就知道你好这口，喜欢女人把你当皇帝供着呗。他猛地收住笑，恶狠狠地瞪着程卷林，语气充满怨毒。那个老不死的爸爸，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一个低贱的下等人也配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就是要践踏他，就像践踏他女儿一样。顾南之那个蠢货，活该，他活该被你折磨，你们俩都活该。哈哈哈，一个蠢，一个瞎，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哈哈哈，他的笑声在空旷杂物间回荡，充满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意和疯癫。程卷林看着他这副彻底疯魔、丑陋不堪的样子，心中所有暴怒和恨意突然像被针扎破的气球，瞬间泄个干净，只剩下无边无际、冰冷的厌恶和疲惫。他缓缓松开掐着他的手，庞福碰了极其肮脏的秽物。他直起身，居高临下的睥睨依旧在癫狂大笑的桑青，眼神毫无温度，平静的可怕。他不再看他，转身对门口垂手肃立、大气不敢出的保镖淡淡的开口，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把他送去精神病院，告诉院长，我要他生不如死。他顿了顿，补充道，语气轻蔑而冰冷，永远别再让他出来，脏了我的眼。是，程总。保镖立刻应声，上前毫不客气地架起还在又哭又笑、胡言乱语的桑青。不，程卷林，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公主，我是穿越来的，你们不能碰我，放开我！呜呜！桑青的狂笑变成惊恐尖叫和挣扎，但他力气根本无法与训练有素的保镖抗衡，很快被粗暴拖出杂物间，哭嚎咒骂声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走廊尽头。处理完桑青，程卷林回到死寂的主宅客厅，巨大空虚和悔恨如迟来的海啸，瞬间将他彻底淹没。复仇并未带来丝毫快感，看着桑青惨状，他彷佛看到自己同样丑陋不堪的灵魂，只剩下更深、无边无际的寂寥和痛苦。他颓然跌坐在沙发上，将脸深深埋进掌心，肩膀微微颤抖，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他的心早已在那本日记和那段录音中干涸成荒漠。程卷林彻底将自己放逐，他退出所有社交圈，谢绝一切往来，把程氏集团庞大商业帝国交给最得力心腹团队和董事会打理，除非涉及极其重大决策，否则绝不露面。他搬出奢华却冰冷的主卧，那里满是他与顾南之最初甜蜜，后来却充满讽刺的回忆。他执意住进顾南之最后居住的狭小、简陋、朝北的佣人房，他睡在他睡过的硬板小床上，
盖着他盖过的洗得发白的薄被，怀里紧紧抱着那只他唯一没带走、绒毛板结的旧玩偶兔子，将脸深深埋进去，贪婪汲取那早已淡至虚无的他的气息，才能获得片刻短暂而不安的睡眠。好友实在看不下去，强行绑他去见国内最顶尖心理医生。面对医生专业而温和的引导，程卷林只是疲惫地靠在沙发上，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半晌才沙哑开口，声音充满死寂绝望：“医生，别治好我。”他顿了顿，缓缓闭上眼睛，庞福连睁眼的力气都已耗尽。这痛苦是我应得的，是我和他之间最后的一点联系了。如果连这痛苦都没了，我和他之间就真的什么都剩不下了。5年光阴转瞬即逝，时间似乎没在程卷林身上留下太多岁月痕迹，却彻底抽走他所有生机。他表面看起来正常许多，重新开始有限度处理集团最核心决策，偶尔也会出现在必要商业场合。他依旧英俊富有，手握无上权柄，举止甚至比过去更沉稳冷峻，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他变了，以往那种破人的带着一丝邪气与鲜活生命力的魅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冰冷的死寂。他像一台精密却毫无温度的机器，高效地运转着，眼底深处却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芜。庞福世间再无任何事情能引起他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他的生活规律得像一潭死水，除了工作便是待在基金会总部，或者那间早已被枯萎薰衣草和悔恨填满的佣人房。这天下午，基金会那位跟随他多年、作风严谨的老秘书长照例来到他的办公室做季度汇报，大部分关于资金流向、项目进展的数据，程卷林都只是漠然地听着，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目光落在窗外，不知在想些什么。当秘书长翻到报告最后一页的捐赠名录时，语气随意地补充了一句：“程总，这次有个小额捐款挺特别的，附言也很暖心，是来自云城的一位独立民宿主，名字叫南之。捐款附言是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倒是和我们基金会的名字很有缘。南之这2个字像一道裹挟着惊天动地雷霆的闪电，骤然劈进程卷林死寂了5年的心湖。他猛地从宽大的办公椅后站起身，动作之大带倒了桌上的名贵钢笔，墨水在文件上晕开一片余渍也毫无察觉。他身体前倾，双手撑在冰冷的办公桌面上，眼神锐利骇人，死死盯住被吓了一跳的老秘书长，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和一种不敢置信的狂喜而微微发颤：“你刚才说谁？叫什么名字？哪个云城？地址？给我详细的地址和所有信息，现在，立刻，马上！”强大的、久违的控制欲和一种近乎疯狂的、不敢宣之于口的希冀瞬间吞噬了他。南之，一定是他，他没死，他用了谐音，他就在某个地方活着。老秘书长从未见过他如此失态的样子，吓得连忙翻找详细记录，报出了一个地址，一个远离京市、风景宜人的南方海滨小城。程卷林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动用了所有隐秘的力量，下达了最高指令，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快速度查清这个南之的一切，但绝不允许惊动对方分毫。他要的是绝对的确切消息。等待调查结果的那几天，程卷林几乎彻夜未眠，他像一头焦躁的困兽，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既害怕希望落空，再次坠入深渊，又恐惧希望成真后该如何面对那个被他伤得体无完肤，宁愿死也不愿再见他的他。当手下悄然把一份薄薄的调查报告和几张远距离偷拍的模糊照片轻轻放在他桌上时，程卷林的手指抖得几乎拿不起来。照片里，一个穿着亚麻长裙、系着素色围裙的女人，正抱着一捧刚剪下的新鲜向日葵，站在一家面朝大海、看着温馨舒适的民宿门口，微微侧头对着一位客人笑盈盈地解释着什么。阳光洒落在她身上，显得柔和又宁静。她瘦了些，肤色也深了点，穿着很朴素，可那双眼睛，那是她刻在心底无数个深夜梦到过的眼睛，是她，真的是顾南之。扑通一声，程卷林重重坐回椅子，他拿着照片，像捧着失而复得的绝世珍宝，手指轻轻一遍遍抹撒着照片上他的笑脸，巨大的狂喜如潮水般涌来。可紧接着，
更深更冷的恐慌与绝望将他彻底淹没。他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在这个有阳光、鲜花和大海的地方，绽放出他5年来从未见过的真正轻松平静的笑容。但他躲了他整整5年，宁可制造空难假象彻底消失，也不愿再见他一面。这5年，整整5年，他在自以为的地狱里煎熬、自虐、赎罪，而他却在开启新生活，一个没有他的安宁美好的新生活。这巨大的落差让他心脏剧痛，喘不过气。他拿着照片，又哭又笑，像个疯子，宛如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丢失已久糖果的孩子，却惊觉糖纸虽在，糖果早已不属于自己。几乎没怎么思考，程卷林立刻秘密安排行程，飞往那座遥远的南方海滨小城云城。他不敢靠近，甚至不敢住附近的豪华酒店，生怕留下一点可能被他察觉的蛛丝马迹。他像个最猥琐的偷窥者，在他那家叫南芝的民宿对面，一家临海咖啡馆里，长期包下最隐蔽、能清楚看到民宿门口和部分庭院景色的卡座。他每天早早过去，点一杯最苦的黑咖啡，一坐就是一整天，手里拿着高倍数望远镜，如饥似渴地追随着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他看着他清晨穿着舒适棉布裙，哼着不知名轻快小调，拿着水壶给门口花圃和绿植浇水，神情专注又温柔。他看着他微笑着耐心接待入住客人，细致介绍民宿注意事项和周边风景，语气轻快柔和。他看到他系着围裙在开放式小厨房忙碌，为客人准备早餐或下午茶，动作熟练又惬意。他看到他傍晚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会独自走到不远处沙滩，赤着脚，迎着海风慢慢散步。落日余晖将他身影拉得长长的，海风吹起他的长发和裙角。他瘦了，可脸色透着健康的红润，不再是过去那种病态的苍白。他眼神平静，嘴角常常挂着浅浅的、发自内心的真实笑意，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安宁满足气息，像把利刃一下下割着程卷林的心。他低头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脸色苍白，面容憔悴，眼底是藏不住的红血丝和深深的疲惫。一身昂贵却毫无生气的黑色西装，与这个阳光明媚、充满生机活力的海滨小城格格不入。和他岁月静好的新生活相比，自己这5年像行尸走肉般活在地狱，成了对他最残忍、最无声的嘲讽与惩罚。他越发不敢现身，他害怕自己的出现会像一块冰冷肮脏的石头，打破他平静美好的生活。他更害怕从他如今平静明亮的眼眸里看到厌恶、恐惧，或者更糟糕的、彻底的、如同陌生人般的冷漠。他握着望远镜的手微微颤抖，心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嘶吼，满是不甘和扭曲的占有欲。他笑了，他怎么能笑？他怎么能过得这么好？他知不知道我这5年怎么熬过来的？日日夜夜在煎熬，每一天都在悔恨中度过。他凭什么能忘？凭什么能放下？他应该恨我，应该痛苦，应该……但另一个声音又卑微绝望地祈求着，充满无尽的爱怜与痛苦。可是他笑了真好，总比哭好，比死好。难知，只要你活着，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就好。这2种极端情绪反复拉扯着他，让他痛苦不堪，几乎要被撕裂。命运似乎总爱开最残酷的玩笑，瞬间打破他好不容易维持的摇摇欲坠的平衡。一场毫无征兆的暴雨突袭云城，刚才还晴空万里，碧海蓝天，眨眼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在海面上溅起无数水花。正在海边散步的顾南之猝不及防，赶忙用手挡在头顶，快步跑向最近的避雨处，正是程卷林所在咖啡馆的延伸屋檐下。他站在屋檐下，捋着头发和手臂上的雨水，不经意侧头，目光透过干净的落地玻璃窗，正好对上窗内那个因他突然出现惊得猛地从座位站起，来不及躲避的男人。四目相对，时间彷佛凝固，空气瞬间冻结，程卷林一下子僵在原地，全身血液彷佛都涌上大脑，又瞬间凝固，心跳停住，呼吸也停滞了。他脸上血色全无，白得像纸，瞳孔因极度震惊、恐慌以及无法掩饰的卑微祈求剧烈收缩着。他张了张嘴，喉咙像被死死掐住，发不出任何声音。顾南之显然也愣住了，他瞳孔微微放大，闪过一丝极快且清晰的惊愕，
似乎完全没想到会在这儿以这种方式见到他。但仅仅是一瞬间，那惊愕就像投入深潭的小石子，迅速沉底消失。他的眼神肉眼可见的冷却下来，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甚至带上面对陌生麻烦时那种礼貌又疏离的审视。庞父眼前的只是个与他毫无关系、偶然闯入视线还可能带来不便的路人，这比任何愤怒、恨意或者激动的情绪都更让程卷林感到彻骨寒冷和绝望。难知他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干涩、嘶哑，带着无法控制的颤抖，几乎要冲破喉咙的哽咽。真的是你，米璇，你还活着。他往前迈了一步，急切地想确认这不是梦，不是又一个折磨他的幻觉。顾南之却在他上前的瞬间，极其轻微却无比清晰地往后退了半步。这个细微动作像一道无形冰冷的屏障，瞬间将两人隔开千里，彻底划清界限。他平静地打断他，语气疏离的像回应认错人的推销员，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被打扰后的淡淡不悦。先生，你认错人了。不，我没认错。程卷林情绪激动，声音提高，引得咖啡馆里零星几个客人和服务员都看了过来。他又急切地往前一步，几乎贴到玻璃窗。我是卷林啊，程卷林，南之，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5年，他想说这5年自己生不如死，想说这5年每天都在后悔，想说他做的一切，可话到嘴边却乱成一团。程先生，顾南之再次打断他，语气依旧平稳，但他清澈的眸子里清晰闪过一丝极淡却锐利无比的厌恶。虽然很快消失，恢复平静，却足以让程卷林心胆俱裂，如坠冰窟。你我之间，早在5年前，不，或许更早，从你选择桑青，眼睁睁看我父亲受辱惨死那一刻起，就已经彻底结束了。你现在出现，想干什么呢？是来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死了，还是想提醒我回忆那些令人作呕的过去？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钢针，精准而狠厉地扎进程卷林最痛处，将他最后一丝卑微的希望彻底碾碎。他如遭雷击，猛地往后退了半步，脸色惨白如纸，嘴唇颤抖着，几乎站不稳。我不是，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想看看你，想求你，求他原谅。他哪有资格求原谅？他想说什么，自己都不清楚。不管你到底想怎样。顾南之的声音冷静得近乎残酷，下了最后通牒，都跟我没关系了。程先生，请你离开，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他看了眼似乎小了点的雨势，准备离开，最后像是想起什么，补充道，语气听不出任何情绪，却比任何诅咒都让人绝望。如果你对我还有哪怕一点点愧疚，那么永远消失在我的世界，就是你唯一能为我做的，也是最好的补偿。说完，他毫不犹豫转身，走进淅淅沥沥却依旧密集的雨幕中，没有一丝留恋，没有一次回头，背影决绝的。庞父真的把他从自己生命里、世界里彻彻底底、干干净净的抹去。程卷林僵在原地，雨水打湿他的头发、肩膀、昂贵的西装，他却毫无知觉。他的话比这冰冷雨水更刺骨，彻底浇灭他心中最后一丝微弱的妄图赎罪和祈求原谅的火苗。他明白了，有些错误永远无法弥补，有些失去从发生那一刻起便是永远。他连远远看着他的资格都被自己亲手剥夺了。程卷林默默离开了云城，没有纠缠，没有道别，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庞福从未出现过，但他并非真正离开，他动用更多资源和力量，以一种更隐秘、周全、彻底的方式，重新编织了一张无形的、巨大的保护网，严严实实地罩在云城那座小小的南之民宿周围。他派人暗中彻底整治了当地几个企图骚扰民宿、收保护费的混混团伙，确保日后不会再有任何势力来打扰。他让基金会以极其优惠、近乎慈善的合作名义，为民宿提供最优质、最稳定的有机食材和日常用品供应渠道，且通过层层转手，保证资金来源绝对干净，绝不会追查到他身上。他甚至花天价，悄无声息地买下民宿后方一片视野绝佳、可能被开发商看中建高层酒店的地皮，永久性地保证那扇窗外的海景永远不会被破坏。他做的这一切都通过无数中间环节，确保不会留下任何指向金氏成家的痕迹。这是他唯一能做的，
也是最后的无声的爱与忏悔。他不再奢望他原谅，甚至不指望他知道，他只是以这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卑微地、远远地参与他余生的岁月静好，守护他来之不易的平静。这是他对自己罪孽的救赎，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意义。而他自己则回到京市，回到那间弥漫着枯萎薰衣草和浓烈悔恨气息的冰冷的佣人房。他的一生都将自我囚禁于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在对往昔每个甜蜜或痛苦瞬间的反复回味中，深陷在那无尽的、无人在意的悔恨深渊里。他成了自己心欲永恒的囚徒，直至生命终结。这个故事的狗血浓度高到可以直接拿去拌饭。程卷玲这角色，前期明明是燃烧自己小手手也要护她周全的真爱人设，结果一遇到穿越公主桑青，直接开启脑子被绑架 DLC， 整个人像被安装病毒一样，护短护到连岳父要被阉都能淡定喊5000万补偿。这波操作让人看傻眼，真渣男新高度。桑青更是神级 NPC， 满嘴本公主尊卑梗，一言不合就要人跪下喊奴婢罪该万死，仿佛穿错频道跑到清宫穿越剧现场。重点是程卷玲还配合演完，活生生把豪门别墅完成宫廷 cosplay 俱乐部。这出戏看下来，女主顾南枝不止被打压到社畜魂附身，还直接被抽血、摘肾、泡冰壶，这样会死人了。最炸裂的是，最后居然连老爸骨灰都被拿去喂狗，这画面真的只有梗图能形容。黑人问号加震惊皮卡丘合体。但看到顾南枝最后机票一撕，转身离开那刻，我直接起立鼓掌，这才是励志爽点。不愧是故事界最强打工人，硬是从火葬场里冲出一条生路。女主，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芝芝，这婚离得好，这狗男女不配你流一滴眼泪。